我出去玩了2周回来哦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最近跌的比较多的股票全部看了一遍，然后就发觉，大家比较多的都在讨论说哪些股票它已经跌出性价比了，像是微软能不能买啊，谷歌能不能买，还有之前的像 SNDK、MU、Oracle 这些，那之前价格都蛮高的，现在跌到这个程度了，是不是终于可以买了？其实里面有几只股票我还蛮心动的，但是最后呢也没有下手。主要是最近这个市场吧，如果你单看指数，它其实还好，像 SPY 的话，从最高点回撤也就不到3%，但是如果手里科技股比较多的话呢，就蛮难受的。QQQ 的话，目前回撤有8.6%了，更不要说是个股，像是微软30%以上，英特尔也是35%，SNDK 都有38了，更不要说像有些股跌的都快50%了。那跌了那么多，价格肯定比之前便宜了。那有一些公司的估值呢，看起来也蛮吸引人，让人有抄底的欲望了。但是问题是，一只股票跌得够便宜了，和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买点啊？就我看来，它其实是2件不同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呢，想和大家聊一下，有些股票它是不是真的跌出性价比了？那为什么我觉得有些公司明明还挺不错的，但是现在还没有去买？像我这种做趋势投资的人，会等到什么样的信号呢，才会真正的动手？大家好，我是新月，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研究的分享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这2天在想为什么最近大家开始关注像谷歌啊、微软这些公司了？一个原因呢，肯定就是它跌的比较多了，还有呢，就是这是大家公认的好公司，所以价格一下来，大家就会想说研究一下是不是值得入手了。但是如果从价值投资的角度考虑呢，光这2样其实也不够，因为真正重要的呢是要考虑一下说，现在这个价格到底配不配得上这家公司？比如像是微软，它的 Office 软件大家都在用，云服务也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之一。它上一个季度的财报，它的收入的话就增长有18%，利润的话增长也有20%。谷歌也是一样的，它最新一季度的财报呢，它中间显示说它的搜索业务增长有19%，云端业务的话增长有63%，特别是它这边的利润增长operating income 有30%。所以价值投资更加多的是看说，公司的盈利能力它有没有增长，护城河它还在不在，公司未来的发展呢有没有持续性。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变化，股价只是说跟着市场一起掉下来了，那个时候呢，它的价格就比较有吸引力了。不过后来呢，我又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就算说我觉得现在它的价格已经到了估值区间了，是不是表示我现在就可以去买它了？我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操作，就是一个公司基本面还不错嘛，也是大公司，然后股价跟着市场一起下来之后，跌到差不多估值区间了，那就逢低买一些嘛。但是试了几次之后呢，发觉就是好的公司、好的价格，它不一定是好的买点。这公司呢，它可以一直是好公司，但是股价呢，它不一定会马上就涨。有的时候呢，它甚至你买进去了之后，它还再跌一下，或者就横盘个半年、1年，甚至更加多的时间，然后你的钱就一直在那边卡着，跑也跑不进大盘。其实股票上涨吧，它除了公司本身就好之外呢，还要有人愿意买。如果说资金一直没有进来，它其实可以便宜很长时间的。那我这个人呢，就是耐心又比较差，又见不得钱闲着，所以后来就不太愿意去猜底部啊或者怎么样子。现在更多的是等到趋势它彻底起来了之后再进场。像是亚马逊这家公司，应该蛮多人挺喜欢它的。我们家很多东西就在上面买，我 Prime 会员甚至开了好多年了。它除了 shopping 的业务之外呢，像 AWS 啊、AI 相关的，甚至现在还有医疗方面的拓展那这些业务它都在发展。但是好公司它不见得在每个牛市里面都能让你赚到钱。我们可以看近6个月的数据，然后近1年的，甚至于说近5年的数据，它都没有跑过大盘。5年它增长是39%，QQQ 5年是87%，它只有 QQQ 的1半的增长率，但是它还是一家好公司啊。可以看它这边最大的一个增长率翻了2000多倍，它只是最近5年没有让你赚到钱而已。所以我现在研究一只股票的话呢，通常会分3步。第一步的话，就先看这家公司值不值得长期关注。如果说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差了，那后面2个步骤就不用再问了。
第二个呢，就是看它趋势有没有发生变化，比如说它有没有止跌啊，有没有站上重要的均线啊。如果说这只股票它的趋势还是往下的，那它大概率还需要整理一段时间，甚至还要往下砸一砸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要看市场它有没有重新开始买它。怎么看呢？就是等到市场开始反弹的时候啊，不是现在，对吧？就市场整体反弹的时候呢，它是不是比别人强？有没有放量突破？资金有没有突然开始回来？因为一只股票它最终上涨的话，还是要有人买的。那市场最后呢，都是用钱来投票。如果说它只是估值便宜，但是资金没有回来，那它很有可能在原来这个位置上面震荡很久时间。现在的市场呢，有些股票它第一步已经满足了，比如说价格到了200天附近，然后市盈率也在合理的范围之间，它的预期增长呢也是上升的，基本面看着不错。但是第二步趋势发生变化和第三步资金入场这两个现象呢，现在还没有看出来。那回到现在市场的话呢，我目前还是会观察一段时间，不是说之后肯定会继续跌，而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它调整结束的信号。像是谷歌、微软都是非常好的公司，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会下个月回到新高，还是说半年之后再涨回去，那就只能等市场给我答案了。当然，如果现在手痒很想参与一下市场呢，我更加倾向于就买一些大盘指数。反正指数你也不用考虑说，到底是英伟达先涨，还是微软先涨，还是谷歌先涨，是吧？只要整个市场它走强了，指数大概率都会跟着受益的。那等到以后哪个板块最强了，哪些股真正走出来了，我再慢慢把资金呢从指数换到这些板块或者个股上面去。可能这个方法呢不会收益是最高的，但是呢相对而言会比较合适我的性格吧。那大家以后如果看到一只股票它跌了30-40%的时候呢，在考虑要不要买的时候，可以观察一下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看这家公司基本面怎么样，有没有护城河啊，盈利有没有持续增长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看趋势有没有改变，它下跌趋势有没有止跌，结构有没有变好。第三呢，就是看市场上的资金呢有没有重新把它买回来。你看这边量的话，资金有没有上升？市场反弹的时候，它是不是表现的比其他的股更加强一些？如果说这3个条件它都能够慢慢出现的话，再可以考虑分批的慢慢布局，可能比单纯的去猜底部要安心一些。至于现在的市场呢，我也不知道它接下来还会震荡1个月还是几个月，也不知道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是最低点了，这些事情确实预测不了。但有些事情还是可以控制的，比如说现在我的风险敞口是多少，仓位放多少，什么时候再把资金慢慢的加回去。现在能做的呢，就是不是说猜底在哪里啊，而是就是说在市场还没有稳定之前呢，不要把之前赚的钱又亏回去。当然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投资方式，不一定适合所有人。如果你本来就是价值投资，现在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布局一些长期有价值的公司，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讨论现在最想买的公司是哪一家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了，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一些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